俄乌冲突爆发2周年之际，美国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发起规模和力度空前的新一轮制裁。值得警惕的是，美方还在这轮制裁中将8家中国实体一并列入，理由是这些实体为俄罗斯在冲突中提供了支持。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批评，这是典型的经济胁迫、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中方表示坚决反对。美国财政部在俄乌冲突爆发2周年前夕，发布了一系列新的反俄制裁措施，其中决定对俄罗斯、中国、土耳其、阿联酋等国的93家实体实施新的贸易限制，禁止从美国向这些目标实体发货。美方给出的理由仍是老调重弹，声称这些被制裁的实体为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提供了支持。根据美国财政部官网发布的名单，共有8家中国企业在此轮遭到美方制裁，其中3家此前也被列入欧盟的名单。观察认为，这显示美欧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温差。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美国以中国企业同俄罗斯方面的关系为由，对中国企业实施了更多的单边制裁，这是典型的经济胁迫、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中方坚决反对美国过度扩展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权力打压中国公司的举动，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过去2年来，美国以及联合欧洲相关国家实施了大量的制裁，在很多时候是以俄罗斯以乌克兰危机作为一个包装的，它本质上是为了实现美国国内是试图在相关产业领域打击中俄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它是有一些其他的战略和经济上的考量的。深圳卫视注意到，俄乌冲突爆发2年以来，美西方舆论多次炮制所谓中国援助俄罗斯的谬论，试图合理化美国政府和欧盟方面遏制和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23号围绕俄乌冲突2周年举行了一次研讨活动。深圳卫视注意到，多数主流媒体仅对乔治城大学教授斯坦特等人有关中国不希望俄罗斯被击败、中国正在帮助俄方逃避制裁等言论进行传播，只字不提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任奥汉龙在同一场活动中表示，中国没有向莫斯科运送武器。此外，他还提到中国的和平计划值得西方国家采纳与合作，但上述内容都没有出现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此外，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去年9月还曾发布一份虚假报告，宣称中国公司在增强俄罗斯军事能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包括为俄军代购欧洲武器等。1月，该媒体再次发布老调重弹的报告，称中国企业将西方关键技术引入俄罗斯。实际上，中国外长王毅在本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在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时，当面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坚持3个不，即不拱火浇油、不借机渔利、不向冲突地区或冲突方出售致命性武器。需要指出的是，美方以中俄合作为由对中国企业发起制裁，没有任何国际法的依据，是赤裸裸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行为。虽然23号被判罚3.5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但24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心情大好，因为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初选中击败了唯一的对手黑利，进一步巩固了其获得党内提名的道路。在美国保守派的一场活动现场，特朗普再次上演拜登模仿秀，并高喊“拜登，你被解雇了”的口号。Thank you. Where am I? Thank you. And then he goes...And he points. You ever notice? 2月24号，一年一度的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在马里兰州举行。特朗普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并再次上演拿手的拜登模仿秀，整个过程惟妙惟肖。And it's always he ends up go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ultimately. But he goes, and then...Sometimes he trips over the...And then we don't have it here. But if there's a wall behind him, he ends up walking into the wall. 今年的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除了主角特朗普本人，还专门邀请了几个重量级嘉宾，包括绰号为阿根廷特朗普的新任阿根廷总统米莱，号称巴西特朗普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以及英国前首相特拉斯等。其中，米莱可谓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早在2021年就公开支持特朗普所谓选举结果遭窃取的说法。去年12月，米莱还效仿特朗普，在公开场合戴上了让阿根廷再次伟大的帽子。24号受邀在美国保守派会议发表演讲前，米莱在后台终于见到了偶像特朗普。 Hey,
两人见面的视频虽然只有1分钟，但画面中米莱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两人一边拥抱，一边还把对方的后背拍得啪啪作响。有现场记者还特别示意特朗普再说一句，让阿根廷再次伟大。这句话是米莱演绎自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rgentina great again. Viva la libertad, carajo! 特朗普与米莱的紧紧相拥，恐怕让拜登政府心里不是滋味。实际上，拜登不喜欢以特朗普为偶像的米莱是公开的秘密。米莱去年11月赢得阿根廷总统选举后，已经2次访问美国，但拜登2次都拒绝与之见面，这在元首外访行程安排中相当罕见。而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马克·斯坦利前不久还敦促米莱不要前往美国参加保守派会议，认为这次会议非常政治化，米莱不适合参加。但显然，米莱拒绝了拜登政府的要求。但拜登政府仍安排国务卿布林肯与米莱会面，时间为后者赴美国的前一天，地点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米莱此前曾要求美国支持他全盘废除本币，改用美元交易的大胆改革。在与布林肯的会谈中，米莱再次要求拜登政府支持他的经济计划。实际上，美国是阿根廷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和第3大贸易伙伴，还掌握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控制权。但国际社会对米莱过于激进的改革并不看好。数据显示，米莱就任总统2个月以来，阿根廷贫困率创20年来新高，达 57.4%， 现 IMF 债务多达400亿美元。目前，米莱的首要任务是获得美国支持，以寻求 IMF 向阿根廷提供更多资金。观察指出，米莱与特朗普的这次会面很显然是在押宝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而米莱对此也直言不讳。24号当天，特朗普还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初选中，以60%比39%的巨大优势战胜对手黑利。特朗普在讲话中称，这场胜利比预想的还要更大。And our party is full of energy like never before. And I mean it. There's never been unity. There has never been unity in our party. 不少美媒认为，黑利是特朗普党内提名之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和最后的竞争对手。在他之前，已有至少5名共和党人宣布退选，其中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还转而支持特朗普。但黑利认为自己还没有失败，表示将继续与特朗普一较高下。I'm not giving up this fight when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disapprove of both Donald Trump and Joe Biden. 颇令人跌破眼镜的是，黑利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班伯格市，在2011年至2017年还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在家乡和主场败给特朗普是重大失利，更凸显出特朗普人气之旺。November 5th, and we're going to look at Joe Biden, and we're going to look him right in the eye. He's destroying our country, and we're going to say, Joe, you're fired. Get out. Get out, Joe. You're fired. 美国大选的下一个关键时间点是3月5号，这一天被认为是党内初选的超级星期二，有17个州在这一天举办党内初选，涉及52%的初选投票。届时，两党候选人或将尘埃落定。最新全美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依然领先拜登，而两党支持率方面，共和党预计可获得235张选举人票，也小幅领先民主党的226票。但有7个州属于典型的摇摆州，历次大选投票倾向往往不一致。在2020年大选中，7个摇摆州中有6个投给了拜登，但这次民调显示，摇摆州的民意向特朗普摇摆。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目前最大的障碍和优势都是他所面临的多达91项诉讼，他每届诉讼打造受害者人设，推高人气。刚刚判处罚款3.55亿美元的欺诈案可能并无大碍，但影响更大的将是涉及国会山骚乱以及科罗拉多州竞选资格案，判决结果或直接影响特朗普的参选资格。